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 AREE 学位论文系列。本集要来资料收集大公开。那这一集呢，请到3位来自不同系所的研究生，为大家分享研究生撰写论文时所遇到的大小事啦。Hello， 嗨，我是阿杰。嗨，我是彼得。嗨，我是朱莉。你们目前的研究主题大概是哪个方向的？我自己的话是比较偏社群媒体的领域那个方向的，像是呢，网络上啊、IG 啊、FB 的贴文啊，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传播效果那一类的，很生活化呢。对，所以呢，就是会想要往这边研究，因为就是都跟人有关嘛。对，然后我这边的话就相反，就是都跟人没有关系，资讯系，然后也是主要是做 AI 这一块这样子。我的话也跟前面一样，就是做跟资讯相关，就是每天都是跟电脑说话。那每天都要去收集研究资料嘛，然后获取新知，对不对？你们通常都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来收集？我自己的话就是用网络上的一些像是 Google Scholar 啊，或者是呢图书馆的网站啊，然后去一些呢我们自己系所比较常用的一些资料库去找文献这样子。然后我的话，一开始比如说我有个题目，然后要一开始找资料切入点，我都是直接丢 Google Search， 就是我就没有锁定在说一开始就要看比较就来源比较可靠或是比较认真的文献，因为就是有一些像论文或什么的，可能有一些部落格它就会直接整理一个 summary， 然后我就可以先对整个题目有比较概略的认识，然后再深入的话才会进到就是可能去看 paper 或者像 Google Scholar 这样子比较学术方面的文献。那或者是最近比较红的那种，像是 ChatGPT 这种 AI 工具，就是可以适时的帮助你，就是从完全不知道这个该从何下手，它可以给你一些方向。不过对它上面给出来的资讯，你还是要再额外的去确认它是不是可以用的。你们都有用过生成式的人工智慧了嘛？对不对？有，所以你们觉得他们对收集资料这个步骤是有帮助的？我自己觉得它是真的有加快你的那个搜寻资料的速度，但是，就像刚刚同学讲，就是他有的时候呢，他的讯息呢也是需要再不断的去筛选，完全正确啦。对对，就是如果你之前直接照用的话，应该是然后如果交给教授，可能要被打掉重练。我觉得他现在除了就是一开始的那个聊天形式的机器人以外，就他现在开始会结合一些像是生成心智图啊，或者像昨天微软好像有发布说，就是他跟他那个 Office 的系统结合，所以之后可能可以直接生成Word 的文件，对，然后 PowerPoint 的简报，好不好？可以用它直接帮你写一篇论文，是不是有可能？哇，那是怎么办？哇塞，这就不是你们写的啊，那是机器写的。不能这样讲，我们也是叫机器写的，所以四舍五入应该也算是我们的研究，好不好？那研究资料你们会共用吗？比如说你们都用了那个刚刚讲的那些 AI 啦什么，得到的资讯差不多，你们会不会共用？会共用，因为像我们实验室的话，就是我们从以前学长姐到现在，就我们有整理一个云端的资料夹，就是怕说可能同一个领域的同一个题目，然后可能2年前毕业学长姐其实有稍微 survey 过，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就是重新再从头 survey 一次。你们算是建立一个 archive， 对对对，一个资料库这样子。你们有这种情况吗？像我们的话，我们比较不会资料共用，对，我们就是自己靠自己，然后自己想办法去收集自己的文献，然后放在自己的档案夹，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用 Notion 这个软体，我们所蛮常有人用这个软体去整理资料的。对，那你们会不会收集问卷，用问卷的方式？我们所的话自己是会收集问卷，不过因为呢现在呢可能为了爱地球，然后呢我们也不希望呢就是发纸本问卷的时候好像是强迫每一堂课的同学啊就一定要写我们的问卷啊，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比较倾向于就是把问卷丢到网络上，对，丢到一些论文的社团。那收集资料的时候，通常啊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事项？我觉得资料的那个准确性，就是它是不是一个好的资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像呢，我自己的经验是呢，我可能今天呢，我在挑选那个期刊的时候，我会先选国际上一些排名比较前面的。对，那这样子的话，里面它能够用的文献也相对是呢 peer review 比较好的。对，那或者是说呢，里面的那个引用的次数也是一个标准。就如果它的引用次数非常多的话，那它的文献可能也相对品质比较良好。就我也同意上一位同学的看法。然后除了来源，我觉得可以找比较可靠之外，就是我觉得这些收集到的资料也可以比较常去找别人讨论，因为它像有一些其实是比较好的期刊，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实验上或是做法上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地方，那个可能靠我们自己很难直接揪出来。那如果大家一起讨论的话，就比较容易
抓出说，那个资料可能哪里是有问题的。那就跟期刊的好坏可能就没有绝对的关系，这样子。那像我就是之前在 ChatGPT 上面找，就是有相关特定的论文，然后那时候不知道从何下手，他就那时候似是而非的给了我4-5篇 paper 的名字，然后名字看起来其实都很真，然后他甚至还有附上就是从哪些期刊、哪些年份，甚至页数都写出来了。但后来我只是真的是下去翻那些资料，但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一篇真正的东西，就是感觉他就是他自己随机生成的名字，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所以事后的验证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那谢谢以上同学的分享啊。其实文献资料的收集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是极为重要且基础的一环。虽然许多研究资源都能透过网络快速取得，但学习正确的学术资料搜寻方式，除了可以避免找到错误的资讯，也能避免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哦。谢谢3位同学来到节目现场，谢谢大家。今天的 ARE 学位论文系列就告一段落啦，我们下次再会，拜拜。拜拜。